皇帝病危，五子妃嫔皆需殉葬。我掏出全部私房钱，找了个冷脸侍卫买种，但折腾了大半个月，我的肚子依旧没动静。于是我转头找了个小白脸侍卫，正要成事时，冷脸侍卫破门而入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我吓得差点从床上滚下去。小白脸侍卫起身整理衣襟，不慌不忙地向冷脸侍卫行礼：“皇叔。”冷脸侍卫冷笑：“太子，注意德行，切不可与后妃厮混。”太子挑眉，反问：“那皇叔为何在此？”冷脸侍卫看向瑟瑟发抖的我，理所应当，我自然与你不同，我可是他付过钱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帝快死了，按祖制，没有孩子的嫔妃都要殉葬，我恰好是那倒霉蛋之一。和我一样倒霉的，还有后宫佳丽3000。是的，皇帝虽然有很多妃嫔，但他除了太子一个儿子外，就没别的孩子。所以皇帝如果一旦驾崩，后宫团灭，妃嫔们都不想死，于是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的和宫中侍卫借种，再装模作样的去昏迷的皇帝那里照顾一晚，然后买通太医改有孕月份。目前已经有7、8个人成功了，也从殉葬名单上撤下来了。身为宫里最胆小最怕死的嫔妃，我很是心动。我下手太慢了，宫中但凡有点姿色的侍卫早早就被定走了，剩下一些歪瓜裂枣，我实在下不去手。拖来拖去，到了我是急了。按照皇帝目前的面色来看，他应该熬不过3个月。算算时间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急了，所以我必须在这几天里借种成功。就当我准备咬咬牙随便找个侍卫借种时，我在皇帝寝宫碰见了一个俊美无愁的侍卫。当时我看见他的第一眼，呼吸凝滞，眼睛都不会眨了，直勾勾盯着他。他被我的目光盯得蹙起了他那好看的眉，我更心动了。虽然冷脸了些，但架不住这张脸实在好看呀。身材也是虎背蜂腰螳螂腿，一看就很能干。于是我将身上所有值钱的首饰都摘下来包在手帕里，鼓起勇气将他拉到一边，小声对他道：“你好，我要和你生孩子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冷脸侍卫的表情像是被雷劈了一般，他那张俊脸瞬间黑如锅底，眼神锐利的能在我身上戳出2个洞。我吓得一哆嗦，但还是强撑着把装满首饰的手帕往他怀里塞，声音发颤：“所有钱都给你，买你的种子。”冷脸侍卫低头看了看我塞进他怀里的手帕，又抬头看我，眼神复杂，并没接。“你不知道我是谁？”他开口问我，声音低沉冷冽，像冰拳砸在玉石上，好听得紧，听得我小心脏砰砰跳，暗自思忖无论如何都得拿下他。知道。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其实我压根不知道他是谁，可当务之急是先哄着他借了种再说。知道你还敢找我借？他面无表情，唯有眉头轻轻一挑。我暗忖他这话的意思，难不成他已经被其他嫔妃定下，对方位分还很高，所以他看不上我？思及此，我快哭要出来了。呜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陛下快不行了，我没孩子要殉葬的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呜。我说着说着，悲从心中来，哭得更伤心了。但我怕惊动寝殿外候着的宫人，又怕吵醒昏迷中的皇帝，于是强忍着不哭出声，红着眼眶吸着鼻子，哭得一抽一抽的，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见我哭成这样，冷脸侍卫沉默了，那双好看深邃的眼睛盯着我，看得我头皮发麻，差点哭不下去。就在我以为他要拔刀砍了我这个会乱恭维的妃嫔时，他却突然伸手接过了我手里的帕子，这是同意了。就在我被这巨大的惊喜砸得晕头转向时，就听见那冷脸侍卫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道：“你不要后悔。”我秒咧嘴，忙道：“绝不后悔。这么俊美的男子，我咋会后悔呢？”见冷脸侍卫收下了我的首饰，我欣喜若狂，就开始扒他衣服。等等，那冷脸侍卫难得的耳尖微红，他按住我的手：“今晚不行，明晚吧，我去找你。”闻言，我有些失望，今晚不行吗？多好的机会啊，皇帝就在旁边，如果今晚顺利，我怀上了，连收买太医改月份的银钱都省了。但我不敢表露出来，生怕把他惹恼了，不把种子卖给我了。
于是我只能依依不舍地和他约了明晚亥时接种。大概是心头的重石卸下了，这一夜我趴在床边睡得无比香甜，都忘了我是来是急的。醒来后，我环视了周围一圈，没有见到那冷脸侍卫，估计是下旨了。于是我和另一个来市集的妃嫔交接后，就回了自己宫里。亥时，冷脸侍卫如约来了。我早已平退了宫人，只留一盏昏灯，心跳如擂鼓。他进屋后，反手关上门，动作流畅自然，仿佛回自己家一样。我紧张地给他递上一杯茶，冷脸侍卫瞥了一眼手抖得都快把水洒出来的我，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。见状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怕这冷脸侍卫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让我的钱白花了，所以找其他妃嫔姐姐要了这个烈性春药。药效发作的极快，冷脸侍卫的眼神几乎是瞬间就变了，从之前的冷冽深邃变得灼热危险，像盯上猎物的猛兽。他一把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的我吃痛低呼：“你下药了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敢置信。我心虚不已，生怕他一生气直接掐死我，连忙摇头否认：“没有，就是一点助兴的，我怕你不行。”最后3个字我说的细若蚊蝇，但他显然听到了。他眸色一沉，猛地将我打横抱起，大步走向床榻。我会不行？他将我丢进柔软的被子里，翻身上来，咬牙切齿冷笑：“今晚就让娘娘知道我到底行不行。”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这冷脸侍卫岂止是行，他简直是太行了好吗？好几次我都不行了想跑，愣是被他握住脚腕又拖回去继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玩得很花，除了在榻上，甚至还在窗边，在我的梳妆镜前，他将我抱起来，逼我直视铜镜里紧密相连的我和他。我羞愤的连脚趾头都红了，紧紧闭着眼睛不敢看。睁开眼睛，冷脸侍卫动作愈加凶狠，还威胁我：“你若不睁开眼睛，那以后我们每次都在镜前。”我吓得一激灵，立刻睁开眼睛。也不知道我这一激灵是刺激到他哪根神经，他闷哼一声，更加狠得没边了。这种快活到几乎灭顶的感觉让我实在招架不住，呜咽着开口：“我不买了，你把钱退给我吧。”呜。闻言，冷脸侍卫冷笑一声：“晚了。”冷脸侍卫折腾了我一宿，卯时末才走的。走之前，他还很有职业素养的换了干净的被褥，又用热水给我擦了身子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起衣。而我别说配合了，就连抬手我都没力气。但我一想到我那包首饰，还是哆嗦着手扯过一旁的枕头垫在臀下，然后两眼一闭，直接昏睡过去。正在系腰带的冷脸侍卫，我整整昏睡了一天，直到有时我才悠悠转醒。醒来我就发现我垫在臀下的枕头不见了，床头还有一张字迹遒劲有力的纸张，上面写着“今晚亥时见”。我盯着那张纸，整个人都烧红了。他今晚还来？这么敬业吗？他不用当值吗？身上的酸软让我有点退缩，但钱都花了，种子还不知道扎没扎根。于是保险起见，我决定今晚再战。为了不像昨晚那样凄惨，我今晚并没有打算再下药了，想着这样应该能好点。但我没想到，比昨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竟逼着我坐上面的那个，我整个人僵在他身上，羞得快要冒烟。我不会，我带着哭腔小声抗议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我教你。他低笑一声，大手稳稳扶住我的腰，引导着我。这种感觉简直比昨夜还要命。到最后，我几乎是哭着累得晕睡过去，连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。接下来的大半个月，这位冷脸侍卫几乎夜夜准时前来赴约，而且他体力好得惊人，每夜质量都很高，还丝毫不见疲态。相比之下，我就凄惨多了，每日腰酸背痛，眼下乌青，走路腿软，活像被妖精吸干了精气。宫里有几个要好的小姐妹，好几次关切地问我是不是病了，要不要请太医，我都只能心虚地打哈哈糊弄过去，再弄点补肾的汤药给自己补补。冷脸侍卫连续来了10天后，我实在招架不住了。你是不是每晚来找我前都吃药了呀？你不用这么敬业的，我实在吃不消。我伏在他身上，声音都在发颤，
哭唧唧地抱怨他是不是吃了药。虽然挺快活的，但也不能一直不间断的快活呀。我都怕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会走皇帝前头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冷脸侍卫动作一顿，眼神幽深地看了我片刻，忽然惩罚似的在我锁骨上轻轻咬了一下。我不需要这些。他嗓音低沉，修长如玉带着薄茧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颊，那双深邃凌厉的眼中此刻尽是柔情。他注视着我，带着些动情的沙哑，是娘娘态。他话没说完，但未尽之语里的意味让我羞愤欲加，抓起一旁的软枕就想砸他，却被他轻易扣住手腕。看来娘娘还有力气。他低笑，带着我起身，那我们去镜前。闻言，我整个人瞬间从头到脚红透。还去？不是刚去过吗？他好生无耻。冷脸侍卫就这样夜夜耕耘，不间断地来了半个月。然而发现我翘首以盼的种并没有扎根。我来鬼水了。看着裤子上那抹刺眼的红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随即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。银子花了，身子亏了，天天被折腾的腰酸背痛腿抽筋。结果呢？屁用没有，白干，全是白干。我简直天都塌了。欲哭无泪，自己怎么就找了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？我越想越气。当晚在冷脸侍卫又如约而至时，刚进门就被我迎面砸了一个软枕。不许进来！我裹着被子坐在床上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把钱退给我，你以后不许再来了。冷脸侍卫轻松接住我的软枕，眉头微蹙，迈步走近。怎么回事？他声音依旧沉稳，但听得出了一丝紧绷。还能怎么回事？我又委屈又愤怒，指着肚子，我来鬼水了。你的种子不行，没扎根，所以银货两讫，你没办成事，就要把钱退我。我越想越气，连带着怨恨这无子嫔妃要殉葬的组织，和才30几岁就病重不久于人世的皇帝。我一生气，上了头，将皇帝上下18代都骂了个遍，就连皇室宗亲我都没放过。尤其是摄政王那个煞神，他最坏了，据说殉葬嫔妃就是他负责的。他最好别落在我手上，否则我要让他好看。我要用锁链将他锁在密室里，用鞭子天天抽他折磨他。我一边哭一边骂，丝毫没注意到冷脸侍卫的不对劲。他看似静静听着我骂人，实则垂眸低笑，眉眼中还透着一丝不可言说的期待。我越骂越痛快，在说到要用蜡烛狠狠滴在摄政王身上时，小腹传来一阵熟悉的绞痛，我顿时疼得蜷缩起来，额冒冷汗，骂摄政王的话也停了下来。我闭着眼睛倒吸一口冷气，而听得意犹未尽的冷脸侍卫立刻上前查看，他温热的大掌贴上我的小腹，还好吗？我去找太医。闻言，我惊得一把拉住他，这么会找？你不要命啦？我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？皇帝的妃子和狂徒，这能叫太医吗？这找的是太医吗？这找的是阎罗王。一旦我们的事暴露，那都不用等皇帝驾崩殉葬了，直接被处死了，可能还要株连9族。我强行打消冷脸侍卫这想找太医的危险想法，疼得哼哼唧唧，不用你管，你走。见我实在不肯让他找太医，冷脸侍卫默了默后，脱掉外衣和靴子，掀开被子上床，将我抱在怀中，然后温热的手掌探入我的衣内，附在我疼痛不已的小腹上，力道适中的轻柔起来。我原本抗拒推人的动作越来越小，别说，还真舒服了不少。但我还在气头上，扭着身子不想让他碰。乖，别动他，耐心哄着。这个月没有怀上是我的错，我下个月定更努力些。我下个月还来？你不许再来了！我气呼呼对他道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冷脸侍卫继续给我揉着小腹，出奇的顺从我。但我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只是小腹实在太疼，我没有深思的力气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我再醒来时，已经天光大亮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和肉香。桌上有一碗被温着的褐色药汁，还有一碗肉糜粥，旁边还有一张纸，是冷脸侍卫写的，记得先进时再喝药，旁边有蜜饯，苦了就含在嘴中，我晚上再来陪你，
切记不要碰冷水。看着这些东西，我心脏微微的抖了一下，又酸又软的。这冷脸侍卫其实挺不错的，要不是我的身份与迫在眉睫的殉葬，我还真有点喜欢他。只可惜，我叹了口气，不再胡思乱想，坐下身小口小口喝起粥来。今夜冷脸侍卫虚实就来了，他还提着一个食盒，里面除了饭菜，还有一碗和早上一样的药汁。我并不抗拒，因为这个药真的太管用了。往常第2日我都会痛得死去活来，但今天小腹处只有微微酸痛感，和以前对比起来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药汁虽苦，但我依旧很积极地喝了。简单洗漱后，我们都上了床。冷脸侍卫依旧从身后抱住我，给我揉肚子。只是，你可以管管他吗？我面红耳赤，终于忍无可忍地问道。冷脸侍卫，他默了默，然后身子往外移了移，让抵在我身后的某个东西远离我。这次我终于能美美地进入梦乡了。一连7天，冷脸侍卫都重复着这套流程。癸水一过，我就准备开始物色新的人选了。实在是时间不等人啊！我越晚有孕，要塞给太医的钱就越多，风险就越大。所以保险起见，我要尽快借种成功。冷脸侍卫是没指望了。我想直接和他说清楚，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不再横冲直撞，而是很顾及我的感受。我说停就停，我说快点就快点，极尽温柔，还多了好多令我脸红心跳的花样，让我差点沉溺在他的温柔乡无法自拔。又过了3夜，在天蒙蒙亮即将结束时，我强打着精神决定说清楚时，他率先开口了。本王，我近期需离京办差，恐有段时日无法前来。他吻着我脱力的手指，语气依旧平淡，但眼神却格外温柔。若欲急事，可持此令牌去寻金吾卫中郎将萧泽，他自会助你。说着，他将一块玉牌放进我手里。玉牌触手生温，上面似乎还刻着繁复的花纹，但我实在太累了，加上光线昏暗，于是并没有仔细看玉牌，就塞进了枕头底下，同时松了一口气。这可太好了，不用我说了。等他办完差事回来，我估计已经揣上载了，到时候说都不用说了。我一放松，劳累席卷而来，我昏昏欲睡的，直接忽略了他最开始的那2个字，一翻身就呼呼大睡了。彻底睡过去前，我似乎感觉到冷脸侍卫怜爱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还轻笑地说了一句：小没良心的，睡得这么香。又是日上3竿，当我睡得饱饱起来，用完午膳后，就去御花园溜达了。据说御花园花比人娇，巡逻的侍卫也是如此，所以我来这里碰碰运气，想着如果今天没找到好看的，那我就随便找一个，还安慰自己，中看不一定中用，就像冷脸侍卫，多好看呀，可结果呢，种子不行。唉，说多了都是泪啊。我暗自神伤，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后抬头，不经意间看到一个面容俊秀白皙，眼神清澈，看起来不过18、19岁的少年郎。他正站在一株海棠树下，身姿挺拔，阳光透过枝叶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那叫一个鲜嫩，像极了画本子里的小白脸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年轻，这么年轻，一定精力旺盛，很能干吧？说不定一次就能中。但是他的服制好像不是侍卫的，倒像是内侍的。其实我也认不太清，我是替嫡姐进宫的，进宫之前没人教过我这些。进宫后我不得宠，久居偏殿，加上我只是及内日在皇帝身边见了一次内侍，所以也不好判断对方到底是不是内侍。如果真是内侍，那他包不行的，因为内侍不可能有子孙。我有点退缩，可对方真长得太好看了，又年轻，我心痒痒的。几经犹豫，我决定上前问一问。于是我缓步上前，那小白脸见我靠近，下意识看向我。我太紧张了，并没注意到他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眼中闪过的惊喜。走到他面前后，我踌躇着该怎么委婉地问出口。犹豫再三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，委婉问道：这位大人，请问你是太监吗？那小白脸错愕了一下，立刻坚定道：不是。随即他有些迟疑地反问我：你不知道我是谁？
然而我内心只有他说他不是内侍的狂喜，自动把他认定为侍卫，于是狂点头，知道。侍卫吗？我知道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左右观察了一下，发现没人后，凑到小白脸面前，再次低声委婉道：你好，我要和你生孩子。小白脸原本白皙的脸颊，在听到我这句话时，瞬间爆红。你什么时候？他结巴了半晌后，突然问我。闻言，我大喜过望，这是同意了，这么顺利。我赶紧和他约了今晚亥时，在我宫中。我还摸着他的手，向他保证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他。为什么是事成之后？因为我怕再碰上一个冷脸侍卫那样中看不中用的，搞得我人财两空。哎，说多了都是泪。正当我还在心疼给冷脸侍卫的那些手势时，小白脸侍卫又道：我是正经人家，没跟过别人，如果你要和我生孩子，就得对我负责。他越说越害羞，我越听心越凉。负责？这怎么还要负责？我就是想银货两讫，买完走人啊。这小白脸侍卫看着单纯，没想到这么难缠。我顿时打了退堂鼓，干笑两声，啊哈哈，负责啊，那再说。说完，我几乎是落荒而逃，留下那小白脸侍卫在原地，脸色由红转白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的背影。接下来2天，我没再去御花园。那小白脸侍卫确实优质，但负责2个字太沉重了，我还是找别人吧。于是这2天，我不断给自己洗脑，丑点也没关系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小命要紧。但是那些丑侍卫，他们竟然嫌弃我给的钱少不肯，气得我连吃3碗大米饭，然后成功把自己吃撑了。夜都深了，我还是撑得睡不着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起来走走消食。等到消得差不多时，我才慢慢往回走。我的宫殿很偏僻，回去要经过一片竹林。这片竹林我不知道走过多少次，所以一点也不怕，依旧慢悠悠的。但就在我快要走出竹林时，旁边阴影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。啊！我冷不丁被吓了一跳，尖叫了一声。下一瞬，我被一只滚烫的手捂住了嘴，整个人被抵在了冰冷的宫墙上。我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借着月光看清了眼前的人，居然是那个小白脸侍卫。我稍微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不是鬼。我再次抬眸看向他，月光下，他那张好看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，呼吸急促灼热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这明显是中了药，还是很烈的那种。帮我！小白脸侍卫声音嘶哑，抓着我的手滚烫如火炭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，像是在极力克制着什么。小白脸侍卫本就长得好看，现在这副样子，莫名的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。我心脏砰砰跳起来，脑海中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认得我是谁吗？我观察着他的表情问他。闻言，小白脸侍卫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他摇了摇头，老实回答，不认得。我放心了，不认得好呀，那我岂不是不用给钱，又不用负责了？我喜出望外，主动环住了他的脖子，踮起脚在他耳边道，好，我帮你，我们去那边。我指向竹林深处更隐蔽的角落，他像是得到了救命稻草，一把将我打横抱起，步履有些踉跄，却异常迅速地引入竹林深处，将我放在厚厚的落叶上，然后脱下外袍铺在地上。接下来的事情混乱又疯狂。小白脸侍卫看着文文弱弱的一个人，但藏在衣服底下的身材一点也不文弱。他身姿挺拔笔直，是画本子里说的那种薄肌，我简直爱不释手。于是一个没控制住，勾着他来了一次又一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动作忽然一顿，急促的喘息微微平复，眼神也清明了不少。他撑起身，借着透过竹叶的月光，仔细看着身下的我，声音带着激烈情势后的沙哑，你是御花园那个说想和我生孩子的姑娘。闻言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差点吓得原地去世。完了，他认出来了。不，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说着，我慌忙将他推开，胡乱捡起地上的衣服披上，就想走。他却拉住了我的手，语气颇为委屈道，你这是不想对我负责吗？
既然这样，那我去死好了，反正你也不想负责。说完，他起身就要往宫墙上撞去。我吓得一把抱住他，来不及思考更多，嗓子劈叉道：负责？我负责？真的吗？小白脸侍卫立刻不挣扎了，也不撞墙了。我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但是抱着光溜溜的身躯，什么也思考不了了。真的，我会负责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小白脸侍卫立刻转过身来，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在月光下亮得惊人，哪里还有半分要寻死觅活的绝望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像是怕我反悔。真的？你发誓？我察觉到不对劲，想退缩，但话还没说完，小白脸侍卫一看我想反悔，又要寻死觅活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我死死抱住他，忙不迭地点头，生怕慢了一秒他就真撞上去了。这要是闹出人命就完了。听到我的保证，小白脸侍卫这才像是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又软软地靠回我身上。他明明比我高了快一个头，却依旧将下巴搁在我肩头。那你给我个信物，不然我怕你明日就不认账了。信物？我哪里来的信物？我所有首饰都给那冷脸侍卫了，现在每天就指着点月例银子过活了。我总不能给他我的肚兜吧？但在小白脸侍卫灼灼的目光注视下，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兜，然后就摸到了冷脸侍卫塞给我的那块玉牌。于是我想也没想的，就直接将玉牌塞进小白脸侍卫手里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了，你总该信我了吧？我张口就来，将这块玉牌说得比我的命都重要。而小白脸侍卫接过玉牌，指尖触碰到上面的纹路时，动作明显顿了一下。月光下，他低头看着玉牌，神情有一瞬间的怔愣和难以置信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委屈又依赖的模样，紧紧将玉牌攥在手心。好，我信你。他声音低低的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情绪，但总算不再闹着要撞墙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趁机飞快地穿好衣服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过得提心吊胆。一方面怕那小白脸侍卫拿着玉牌找上门来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借种的大事再次耽搁。我深居简出，躲了好几天，感觉风头似乎过去了。那个小白脸侍卫也没出现，这才稍微放宽心，又开始暗中物色新的借种人选。冷脸侍卫是指望不上了，小白脸侍卫又太麻烦，我得找个银货两讫，事后两清的。这日，我正在千里池一角假装喂鱼，实则偷偷打量一队走过的侍卫，试图从中找出一个合眼缘又看起来好用的。正看得入神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熟悉又带着几分幽怨的声音：你不是说对我负责吗？我浑身一僵，猛地回头，只见那个小白脸侍卫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，正目光沉沉地看着我。我顿时有种被当场捉奸的羞耻和恐慌，手脚都冰凉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心脏狂跳。我都不去御花园了，这还能碰上？他一步步走近，目光扫过我刚才打量那些侍卫的方向，语气酸溜溜的。我等了姑娘好几日，不见姑娘来寻我，只好自己来找姑娘了。你避而不见，是不想对我负责了吗？他的声音里明明带着委屈，却有一股压迫感，让我无处遁形。我知道瞒不下去了，再拖下去只会更糟。眼看附近无人，我把心一横，压低了声音对他坦白：对不起，那天是我的错。我是陛下的嫔妃，眼看陛下就快，五子嫔妃都要殉葬，所以我找你只是为了借种保命。那晚的事是意外，也是我不得已，我没办法对你负责的，但我能给你补偿。我一口气说完，还给他画了个饼，就怕他闹起来。然而预想中的寻死觅活并没有到来。我悄悄睁开一只眼，发现小白脸侍卫脸上的沉郁竟然消散了不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怪的了然和跃跃欲试。他忽然凑近我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蛊惑：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娘娘可以早点和我说。啊！我愣住了。他微微一笑，衬得那张脸更好看了。既然是借种，那我可以助娘娘一臂之力。我的种子定然比那些歪瓜裂枣要好得多，而且……他顿了顿，眼神意味深长地扫过我的小腹。我年轻，定然比某个老东西耐用。
老东西，我疑惑了一下，怎么感觉他意有所指？但我也懒得细想，他愿意借我种子就好。他的长相和某些方面我都很满意，更满意的是，我不用再费心费力物色借种人选了，多省事啊。于是我和他约定今晚亥时来我宫中。接下来3天的夜里，小白脸侍卫每晚都来我宫中。他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，一扫之前的纯情羞涩，变得极其主动且富有侵略性，让我有些招架不住。但不可否认，我还是挺受用的。又是亥时，正当我和小白脸侍卫又要做羞羞的事时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人从外面猛地一脚踹开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我差点直接从床上滚下去，慌忙扯过被子裹住自己。小白脸侍卫反应极快，立刻起身挡在我身前，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自己略显凌乱的衣襟。我看向门口，门口站着的是冷脸侍卫，他一身风尘仆仆，显然是匆忙赶回。此刻他那张俊美的脸铁青，眼神如同淬了寒冰，死死地盯着床上的我们，尤其是那个小白脸侍卫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吓得瑟瑟发抖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小白脸侍卫神色淡定，从容地向冷脸侍卫行了个礼：皇叔。皇叔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冷脸侍卫，该不会是那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谢林渊吧？想到这里，我呼吸一滞，又看向小白脸侍卫。那他……冷脸侍卫冷笑：太子，注意德行，切不可与后妃厮混。小白脸侍卫果真是太子，我彻底石化，呼吸困难，觉得今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了。我借种居然借到这2人头上去了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下好了，不用等殉葬了，直接死吧！呜呜。谢景琛闻言，眉头一挑，反问：那你为何在此？冷脸侍卫看向瑟瑟发抖的我，理所应当，我自然与你不同，我可是他付过钱的。谢景琛轻嗤：呵，谁不是呢？不过看来某人不行啊，不然也没我什么事了。谢景琛似笑非笑地对谢林渊道：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了。一时间，我甚至觉得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，而我恨不得原地消失。我做错什么了呀？要面对这可怕的一幕。面对谢景琛的挑衅，谢林渊只是轻蔑地嗤笑一声：我行不行的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不过是我不在时轻而找的消遣罢了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谢景琛脸阴沉了几分，两人互相冷冷地看着对方，气氛剑拔弩张。为了活命，我悄悄下床，想爬床跑路，但我刚一动，两人就齐刷刷看向我，异口同声道：你说你更喜欢谁？杀了我吧，求你们了。出乎意料的，谢林渊和谢景琛并没有杀我，甚至还离谱地排上日子了。他们不知疲倦地折腾我，单日谢林渊，双日谢景琛，我简直成了他们较劲的战场。1个月后，我被诊出喜脉。消息传开那日，谢林渊和谢景琛同时冲进我的寝宫，两个人为我腹中的孩子是谁的而吵得不可开交。谢景琛，我的；谢林渊，我的。谢景琛，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。谢林渊，你白日做梦呢。我缩在床边，看着当朝最有权势的2个男人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而争得面红耳赤，简直想一头撞死。就在这时，沉重的丧钟响起，整个皇宫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我们3人俱是一怔。皇帝驾崩了，先帝丧仪办的隆重，我因身怀龙种被免于殉葬，迁居慈宁宫静养。谢景琛顺利登基，我成了后宫里最尊贵的女人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和谢林渊联手废除了无子妃嫔需要殉葬的组织，还了他们自由。无论是想留在宫中养老，亦或是出宫与家人团聚，自行婚配都可以。听到消息后，我蒙圈了。那我这算什么？算笑话吗？折腾了半天，反而弄巧成拙了。我欲哭无泪时，谢林渊来了：青儿，我现在就带你出宫。这时，谢景琛急冲冲地赶来，我不允许。谢林渊，那又如何？你拦得住我？谢景琛，你大可试试我拦不拦得住。我眼睁睁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，
终于忍无可忍，够了！我猛地站起身，肚子却突然一痛，跌坐回去。两人瞬间变色，同时冲过来，传太医。太医战战兢兢地诊脉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我动了胎气，需要静养。谢景晨和谢林渊对视一眼，难得默契地退到外间。我靠在软榻上，听见他们压低的争吵。我要带青儿出宫？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？是我先遇到他的，那又如何？后来者居上。他们吵得我头疼，忍不住咳嗽2声。两人立刻进来，一左一右站在榻边。青儿，谢景晨先开口，年轻的脸庞带着几分忐忑。我知道你怨我，但我是真心。闻言，谢林渊冷笑，你的真心就是把他困在宫中，不让他出去。你那时不也隐瞒身份骗他？那你还给自己下药去诓骗他，还逼他负责，那又如何？有本事你也给自己下药啊！我听着谢林渊和谢景晨的争吵，大惊失色，这俩狗东西是对我早有预谋，只有我被骗得团团转。我没由来的突然一股火冒了上来，一拍桌子，把他们都赶走了，并且勒令他们再吵架就永远别来了。之后的日子，他们果然收敛了许多，虽然依旧会用眼神厮杀，冷嘲热讽几句，却总算没再在我面前上演全武行了。我乐得清静，安心养胎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关于孩子生父的猜测，在后宫乃至前朝悄然流传，版本众多，却无人敢放到明面上说。毕竟我们3人都不是能忘义的主。9个月后，我平安诞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。孩子的哭声洪亮，皱巴巴的小脸依稀能看出眉眼的轮廓。产婆将清理干净的婴孩抱到我身边时，店门几乎是被同时推开。谢林渊和谢景晨竟一同闯了进来，脸上都是焦急担忧之色，显然是提心吊胆了很久。两人看向我，在看到我略有些苍白和憔悴的脸色时，同时宣太医：给我来一副绝嗣药，给我开一副绝嗣药。两人异口同声道。在和太医确认过我没什么大碍，并且绝嗣药也熬上了后，谢景晨率先伸出手，动作小心翼翼地想抱孩子。谢林渊同样上前伸手要抱孩子，产婆吓得大气不敢出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不知该将孩子递给谁。我叹了口气，虚弱地开口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我。产婆如临大赦，赶忙将孩子小心翼翼地递给我。谢林渊和谢景晨见孩子在我怀中，便不再争辩，而是微微俯身，凝神细看那小小的一团。像我？谢景晨得意道。谢林渊嗤笑一声，指尖极轻地碰了碰孩子的脸颊，分明是像我。像我？像我？眼看硝烟再起，我闭上眼，咬牙切齿，你们俩再吵就出去。两人瞬间噤声，神色温柔地看向我和我怀中的孩子。我看着这一幕，一个荒谬的念头忽然闯入我的脑海，也许这样也不错。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眉眼渐渐长开，愈发精致漂亮。至于到底像谁，谢林渊和谢景晨依旧各执一词，争辩不休。我坐在窗边，看着庭院里还在毒舌争执的两人。春日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进来，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。两人正为女儿昨日先喊了谁而争论。昭昭明明喊的我。谢林渊冷着脸，语气中却透着得意。谢景晨嗤笑，昭昭明明叫的是我。是我？是我？昭昭叫的是我？是我？我看着又吵起来的两人，轻叹一声，转头慈爱地看向正在看热闹的女儿。昭昭，来娘这里。听到我唤她，昭昭迈着小短腿朝我跑来。娘昭昭窝在我怀里，咯咯地笑着撒娇。我唇角扬起，我的心肝。那两人不知何时已停了争执，齐齐望向我们，眼神温柔的能融化冰雪。视线对上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深宫长日也没那么难熬，3个人一起过也挺幸福的。正文完。小彩蛋：昭昭周岁宴结束后，我将孩子哄睡交给乳母后，沐浴完躺在榻上，任由宫女给我按背放松。就在我昏昏欲睡时，感觉到背上按摩的力道大了些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按摩的成了谢林渊。
见我睁开眼睛，谢林渊眼眸一弯，将放在我枕边的一个托盘上的布掀开，露出几样东西，分别是锁链、鞭子还有蜡烛。他的脸骤然升起一抹红，迅速蔓延至耳根。就在我看着这几样东西疑惑不解时，听见他说：“青儿，你之前说的要用锁链将我锁起来，用鞭子抽我，用蜡烛狠狠滴我的话，还作数吗？”就在我震惊不已谢林渊还有这癖好时，谢景晨撩开床幔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：“青儿，我也要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